成热闹了，遇上我，让你倒霉！管你齐派是谁，明天赶不上传送，都给我逮上60年吧！这孽畜的外壳坚硬无比，寻常的法术对他根本无效。听我号令！启动阵法，是。厉害！看样子也没那么难对付嘛。师祖，这到底是什么妖兽啊？不对，这不是黑鳞蟒，蜕皮化蛟，墨蛟。现在是2级了。2级妖兽，相当于筑基中期了。要放弃天灵果吗？不必慌张。防御！被封住了，这下想跑也跑不了了。就1个人了，打得过吗？你再不出来，你也逃不出去了。出去就是死。躲的谁也活不成。
你倒是好手段，居然躲了这么久都不出来。我怕你杀人夺宝。年纪轻轻，心思这么重，就不怕以后交不到朋友？我要是心思少点，这一路不知死了多少回了，哪还有什么以后？我支援不多了，这石柱压制不了他多久。你还有什么招数，赶紧使出来！我的确是，还有一件符宝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快啊！前辈，我需要时间催动符宝，你得帮我拖住他。我尽力而为，但你得先引开他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看我像准备好的样子了吗？要不换你来啊！现在知道被人隔岸观火的滋味了。金光钻人符宝，本殿的镇殿之宝。虽然启动的时候稍稍的有一些慢，但它绝对不是俗物。前辈，辛苦一下，这是我最后的手段了。再快点儿！孽畜，给我下去！这孽畜力量惊人，我快撑不住了，快点儿！我已经很快了，再快点儿！再快点儿！啊！望雨没骗我，还真不是个俗物。出来吧，那孽畜死了。看我不把你收回去看门！
既然我收走了元神，那这躯体就留给你吧。这2级妖兽浑身上下都是宝，光这皮就坚硬无比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破开它的甲了。你一个炼气期的小修士，宝贝倒是不少。你不要杀人夺宝吧？对你来说是宝贝，对我来说不过是废物一堆。哎，真是乱来！这墨蛟的尖角和爪子都是炼制顶级法器的材料，这么劈可就浪费了。起来，起来，上一边去。分解妖兽得先取其内丹，太久没亲自动手了，都有点手生了。不过这面子可不能丢。这是什么？胶丹应该是很坚硬的，那这是？便宜你小子了。哎，
醒醒！你要睡到什么时候？再不走就晚了。我睡了很久了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门快关了。禁地之门即将关闭，弟子们速速撤离。禁地要关了。这小子怎么办？要不要现在就杀了他，免得他出去胡说八道？你不走啊？那是墨胶的银囊袋，没想到还是只罕见的公胶。任何雌性触碰到它，都会散发出催情的毒物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想必你应该清楚。我们之间发生的事，只是一场误会而已。你就当是做了一场梦吧。我知道。今天的事，你要是敢说，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这个箱子我拿走了，你没意见吧？哦，没意见，没意见。那这些灵草，血灵花归我，其他的你都带走吧。总觉得你从禁地回来之后怪怪的，不是一个人出神，就是对着箱子出气。没有吧？还说没有？好不容易把这箱子拿回来了，又打不开，能不气吗？当初不让你压着修为进去，你偏不，没想到搞成这个样子。那血灵花送给燕家宝了？你忘了，你从禁地出来第一件事，就是吩咐晴儿去燕家堡。算时间，应该也快到了。婉儿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在禁地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总觉得你跟之前不一样了。怎么会功力全失呢？这素女轮回诀也没这功效啊。还不怪那只墨胶，而且我这次跟他厮杀的时候，
还被人断了后路，否则我怎会如此狼狈？那你一个人怎么逃出来的？师姐，我怀疑这次禁地之行有不干净的势力混进来，否则也不可能折损那么多弟子。你是说魔道？而且，这些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进入禁地，恐怕早就混入七派之中，说不定偃月宗也受到影响了。魔道又不稀奇，他们爱折腾让他们折腾去，只要有你我在偃月宗坐镇，眼下出不了大乱子。可是那些弟子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魔道就算真的要来，你又拿什么跟他们去拼？眼下最要紧的，就是早日恢复修为。那些没有从禁地出来的弟子虽可惜，世事无常，只寄希望于那些活下来的，在未来的修仙之路上，能够更顺畅一些吧。血色禁地总算是活着回来了。韩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听说血色禁地死了不少人，没错，修仙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？弟子们为了筑基丹送了性命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世间许多好景色，你就替为师去看看吧。这就是修仙之路啊，在这条路上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。这么想，倒也是。不过，你能完好无损的回来，真好。运气好。莫老啊，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你说的意思了。之前啊，他还管我们叫师叔，现在做了师傅的小徒弟，大家喊我们师兄师姐了，我们降辈分了。我宁愿他管我叫师姐，师叔不是把人叫老了？哎，好像有人比我们先到嘛，还挺亲密的坐在一起。哼！哎喂，你别告诉我你吃素了。对，我吃素了。轩儿跟你可没有半点关系啊。怎么没有关系？韩立，听说师傅收你为徒了，那以后咱们可就以师兄弟相称了。哎，小师弟，我可要来找你约架啊！小师弟，听说你在血色禁地里辛苦了，好好调养一阵子啊。用心修炼，别给师傅丢脸。
我叫韩立。烦死了，赵将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接单？我叫韩立，你叫什么？哎，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？我叫韩立，立碑的立。烦死了！出关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给杀了，然后再给你立个碑。既然1颗筑基丹不保险，那我就炼它10颗、20颗。等灵草成熟的这段时间，我要尽快修到13层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咱们和师傅处了这么久，从来不知道他会武功。人人都有秘密。再说那小绿萍的事，咱不也没告诉他老人家吗？师傅是真把你当亲儿子疼。你还怀疑他？俺练仙甲功练了那么长时间，遭了那么多罪，挨了那么多揍，俺说啥？那能一样吗？他杀人了呀！武岩那是野狼帮的人，是七玄门的叛徒，该杀。而且师傅那不也是为了救你？那就更奇怪了。我有这么重要吗？你当然重要了。师傅把最好的都给了你，教你学医认字儿，那总不能是害你吧？下雨了，睡觉睡觉。张铁，张铁，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？您真的要下山啊？你的修炼不长进啊，确实和药效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也想了很久，决定还是要替你去寻找好药啊。可您的身体吃得消吗？要不我和您一块儿去吧？这，不用。张铁，你给我留在家里面，照顾着韩立的修炼。等我回来，要是毫无进展，给你好果子吃。回去了，别送了，走了。此后的1年多，莫大夫经常下山寻药，一走就是2、3个月，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平静的样子。厉师兄，我是韩立，厉师兄。你的病很奇怪，我只能用银针暂时封住你的穴位。你之前吃过什么药吗？有，
九子。是这个。此物是由荷兰、西尾花、蓝银鸾等20-30种罕见药物炼制，外表红色，有奇异腥臭之味，一旦服用，痛入骨髓，故名抽髓丸。这个药可以激发潜能，提升功力，但最大的问题是会透支生命，且副作用极大。我劝你还是把这个药给停了吧，再吃下去，你最多只有10年的寿命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我救了你的命，这还不算理由吗？说实话，在救你之前，我也想过可能会遭你灭口，但我也没想到你翻脸这么快。我发誓，此事谁都不会说。发誓等于放屁。师兄一定知道我是莫大夫的关门弟子吧？那老头弟子多了，关不关门不重要。重要。我跟他学的医，你的病，我也能帮你。这药副作用极大，发作时疼痛难忍，生不如死。我即便救不了你的命，但也有办法让你好受一些。什么办法？师兄的刀还架在我脖子上呢，我脑子发懵，想不起来。俺老弟，适才为兄做的不对，兄弟今日救了我一命，又发誓帮我保守秘密，算厉某欠你个人情。3日后，我会把药配好，就在此地会合。一言为定，绝无食言。险些引火上身，以后再也不随便出手了。不过，适才厉飞宇说的，师父有好多弟子，怎么从未在此见过旁人？张姐，哎，你回来了？哎，你咋了？一头汗。我不赶回来吃饭吧？哎，正好办好了。今天都做什么菜啊？水银羹、清清饭，全都是老几样。啊。
傅，你醒了？你在这坐了1天1夜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早晨出去砍柴的时候，你就坐在这儿；我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，你也在这儿；我睡了一觉睡醒了，你还在这儿，你一动不动。我要不是探了一下鼻息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。有这么久？这个饭我来来回回热了好几次，我不骗人的。好快啊！我只是做了一个梦。师傅好像回来了，我去看看去。1天1夜没吃饭了，我怎么都不觉得饿呢？难不成是口诀的功劳？都说仙人才不会饿呢。快来！阿离，师傅不行了！你快点儿！我也不会艺术，师傅快不行了！师傅，快点儿！阿离，快！去拿水！师傅，蔡怀，是你吗？师傅，是我是韩立啊！没事的啊，没事的。您吃完药就能好了。师傅，韩立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呦！师傅，你抓疼我了。天哪！得突破第3层啊！徒儿不知啊，徒儿修炼时好像是入了迷，恍如做了个梦，梦里自己肚子上有个漩涡，还能吸收天地灵气。这是第3层了。傻孩子，这不是梦。张天，去，右柜左手。第3层第2排，一个小盒里面有个小白瓷瓶，过去拿去。哎，我去。那不是梦，孩子，这天终于来，我太高兴了。那叫入定，那叫内视。天老天不负我，这一天终于。抽髓丸，这抽髓丸的坏处，连厉飞羽都知道，师傅有机会不知。师傅。好徒儿啊！我的好徒儿啊！哎呀，韩立，老天不负我！师傅的眼神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贪婪，就好像他不是在看一个活人，而是在看一件东西。韩老弟还真是守时啊，说3日后50，还就真是50正点。这只是1个月的。为什么这么少？我现在手头上的药材都用光了，其他的还需要再凑。 1个月就1个月吧，
谢谢韩老弟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药呢是用犀牛角做饮，抛开其他成本，你给我2两就行了。可否下个月？厉师兄没钱，那我可以用其他的来抵。我瞧着，你这刀就不错。这把可不行。那只能用人情来还了。就是人情。那你就有什么事都找我，我为你2肋插刀。这抽髓丸，你为什么要吃啊？想要在这江湖之中站稳脚跟，总需要一些手段。以前我觉得人生苦短，不争岁月，只争朝夕。这要能给我想要的，损失些寿命又如何？只是现在才觉得，不说这些了。这药我先拿走了，下月见了。哈哈哈。不争岁月，只争朝夕。那师父要争的是什么呢？师傅，锅来了。哎，师傅，今儿我忙活了一下午，就找这个锅。哎，人家还跟我说不用着急还，咱用完了给他就行。师傅，我给您下点您爱吃的豆腐。好。难得张铁这么一个孝心啊，不如咱们师徒3个，啊，喝几盅。啊，行。师傅，当心身体啊！就喝一口，死不了。先给师傅倒上，再给韩立倒上，张铁也喝一了。徒儿和张铁共敬师傅一杯，祝师傅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长命百岁。还长命百岁了，能活1天就1天吧。若修不到第4层的，这口诀有多难修，你应该知道的。从第2层修到第3层，弟子足足用了2年的时间啊！如今明显停滞不前，1年的时间要修到第4层，这比登天还难。好啦，你当我在跟你商量吗？你好好给我继续练你的口诀。为师会替你寻找这些珍贵的药材。这个事儿，别再提了。还是那句话，1年之内啊，你要给我练到第4层。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；欲清于浊，以曲为深。这就是为师的处世之道。张铁，我多好吃。哎呀，你这家伙啥都不像。今天这些事儿，总算是说明白了。我想再熬1年，修到第4层，是好师傅的便。
咱就离开神州，下山开个医馆，以后等着咱们的就全是好日子了。你说对吧？他已经有戒备了，昨晚好不容易把他哄住了，若是他逃走，就完了。老夫这就要去把他炮制一番。不可！有何不可？他的修为不够你贸然夺舍，难道想像我一样生死道消吗？你可没有时日再找一个像他一样能修习长春宫的弟子了。还要再等？你应该也可以感觉到呢，我的身子已经快要撑不住了。撑不住，哈哈哈哈！撑不住也得撑。我堂堂仙家弟子，你难道让我陪你这凡人埋骨于死吗？还要再等，最多1年，不管他有没有修到第4层，我都要出手。谁？张铁，张铁，师傅，进来吧。师傅，张铁呢？张铁，他没跟你说他下山吗？下山？他跟我要了10两银子，说要下山一趟。不可能，他去哪都会跟我说的。为师才刚刚跟你坦白一切，干嘛还要再骗你啊？张铁他不会不辞而别，就算他下山了，你也一定知道他的去向吧？你要是不说，我下山找他去。
不愧是第3层啊，居然能看到我的动作，看来老夫的药材没有白费啊。为师只是想替你把脉啊。来，好徒儿，为师想跟你说说话，好吗？来，武松这些年想家吗？你还曾经跟我提过。想念青牛镇的小妹。师傅，其实您不必绕这么大的弯子，您只要说一句“韩立，我需要你帮我”，这就行了。我韩立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也懂得知恩图报。您为何还要如此相逼啊？老夫知道你很聪明、缜密。极难驾驭，可是羁绊太多，而这个羁绊就是你我最大的弱点。不让你见张铁，便是因为如此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能救我性命，我保你一生的荣华富贵。咱们就赌赌看吧。看是老夫先入土，还是你所珍视的那一切？好，1年之后练到第4层，帮你解毒。您告诉我张铁的下落。还有，您带回来药草不多了，我需要更多。你只管专心修炼，药草的事情，老夫会下船为你解决。慢，把这个给吃了。哦，师傅。来。师傅，张铁敬你一个。张铁来神州谷已经4年了，您教了我象甲功，还教了我好多本事，还让我还了家里面所有的面。张铁不会说话，全在酒里了。我有点晕了。师傅，见笑了。就扶他回去吧，免得我还要装模作样哄他，像哄孩子一样。啊，师傅，马上回来。师傅呢？明早起来，若没看到我，你便立刻下山，不要再回来。张铁，张铁，
师傅。今日就由你为为师诊了脉吧。师傅的脉象紊乱，似乎有两股真气在体内乱窜，所到之处搅乱五脏经脉。徒儿愚钝，观师傅的脉象，只觉得药石无医，命不久矣。这身子骨有多残破，老夫应该比你更清楚。来吧，孩子。今日接着喝酒，老夫也为你再有精进而高兴。所以呢，有一些话呀，为师也想对你开诚布公的说一下。光景不待人，须臾发成丝。你可知为师有多大年纪呀？大约60、70吧。过年30有期。不信，你可以去问七玄门那个外门弟子的三叔，他一定听说过一界神仙手兰州墨居人。为师便是那墨居人。那个时候，我和你一样这么年轻。那个时候，天底下没有我治不了的病，没有我解不掉的毒。可惜呀，我能救得了天下人，救不了我自己。我被奸人所害，靠着医术，我救回我自己的命。可这残破的身子再也痊愈不了了。师傅，这丑嘴丸你还是别再吃了。它虽然立竿见影，但它治不了您身上的伤啊。再吃下去，你……我知道，这药最多只能再支撑我1年。可是上天有眼，他让我找到一条康复之法。什么法子？就是你。我？到如今，只有你救得了我。我养你这么久，也该到你报恩的时候了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！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！
你一直问我口诀有什么用啊？为师现在就来回答你。为师这个病必须要有把那口诀练到第4层的人，用锁链真气刺激秘穴，方能助我脱困。不但是可以解毒，还可以让我返老还童。所以您选中了我，是吗？不是我选中你，是那口诀选中了你。修炼这口诀要有极大的机缘，连为师都修不了。在你之前，为师挑了数十名童子，他们没有一个有你这样的运气。没有你的话，死我也认了。每个人都会有一死，可是有了你这根救命稻草，我无论如何也要抓到，换了任何人都一样。所以你只要为我治病，为师可以把这谷中的一切通通给你啊！怎么了？拜师的时候千好万好，你现在反悔了？徒儿对您不会有任何的欺瞒和背叛之心，只是您为何之前从未提过呀？这些年你也读了不少书，那为师再教你16个字：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，欲清于浊，以趣为深。这就是为师的处世之道。有些事情啊，如果我一上来就跟你说的清清楚楚，你还会乖乖的待到今天吗？这些灵草灵植，培育到200-300年的年份就够了。照着书中的丹方来制丹，吃都吃不完。做这么多，应该够了。黄龙丹增强功力，金髓丸脱胎换骨，一起吃，药力惊人。
接运功突破。这就是第4层吗？到了第4层，才能体会到这无名口诀的妙处，既能感知天地万物的气息。不行，仅仅感知还远远不够。不够，还是不够。仅凭感知，还不足以与莫大夫抗衡。我必须更强。韩师弟久等了。师兄，你好快啊！不还是你先到的吗？哦，这本狂宝镜太刚猛了，不太适合我。有没有稍微轻柔小巧一点的功法？有倒是有。韩师弟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若有人想伤你，你告诉我，我绝不让他欺负你。谁也不能帮谁一辈子吧。你学医，你师傅没教过你对付坏人，应该用毒才是啊。你说的对啊，这也是个办法啊。不过制敌的手段总是不嫌多的。说吧，你想练什么？快捷的身法，暗器的手法，还有不用真气就可以克敌制胜的绝招，比如罗烟步。罗烟步，原来你小子想学我的绝招。你就说你教不教吧。你不要以为我用得好就以为这功法很简单，我可是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才勉强把它吃透。我的时间确实不多，不过还是想请厉师兄赐教。唉，看来不给你使上几招，你小子是不会死心了。瞧好了，
事到如今，我可不会天真的认为，修到第4层，给莫大夫治了病，他就会放过我。关键时刻，还是得有自保之力才行。你也不问一问这是什么？何必要问？明年今日，希望您记得今天的承诺。如我所料，所有的师徒情分都在那一天戛然而止，不复从前。事到如今，莫大夫也放下了所有的顾忌，时常出谷去采药。只是每次回来时，生机都又减了几分。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又或者说，事实本就如此。之前的这几年闲暇惬意，反而像是假的。我试了很多方法，都解不掉他下的毒。看来只有修到第4层才行了。可是，这又谈何容易啊！张铁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话说这小绿瓶，也有段时间没动静了。这是昨夜吸收月光凝聚成的。这东西能喝吗？
是莫大夫养的鸟。修炼呢，修炼呢！别看了，还不快走！哪来的兔子？怎么还不快走？炸开了，是那只兔子。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这是毒药吧？怎么长得这么快？是这碗水吗？之前的稀释的都有此效果，再来试试原液。这是一棵普通的杉参，一下子就有数百年的年份了。这灵液恐怕是和那几晚的异变有关。动物喝了无法承受，不过用它来催出这些药材，却刚刚好。不过这灵液有限，还必须得吸收夜晚的月光才行。以后啊，还是要和上次试验一样，用水稀释一下，而且要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大量培植，大量炼丹，大量吃药。这怕是我翻盘的关键了。
你看到他了吗？他在练功啊。那就好。看来他认命了。